华为 Mate 50 Pro 这台手机可真是让大家久等了啊！希望它的出现一切都还不晚。在影像上，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，那最起码呢，也是一些新的名词，这点我们后面慢慢聊。在开头呢，先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对它的影像能力是否抱有期望呢？如果抱有期望，打1；没抱什么期望，打2。华为 Mate 50 Pro 啊，带着新的影像概念 X Mage 来了。那么这个 X Mage 呢，并不是小法师的意思啊，要不然听起来还不如老法师呢，是吧？那么在节目开头呢，有2个知识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哦。一个是光变这个词在摄影领域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光学变焦。没错，光变在摄影领域只代指光学变焦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么这个知识点呢，不管是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，你去网上搜都能搜到。第2个知识点呢是光圈的档位，那从 F1.4 开始变化到 F4， 它是几档光圈呢？4档。没错，只有4档光圈啊。那么这个知识点啊，无论是你用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，反正你去网上搜吧，这个知识点是通用的。那么好吧，那作为两眼相的节目呢，我每期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，主要是想吸引您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台手机所拍的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是大吴，我是展张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一定要点赞、关注，多多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华为 Mate 50 Pro 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Mate 50 Pro 后摄3颗定焦镜头，主摄超广角，还有一颗3.5倍的长焦镜头啊。注意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虽然说后摄是3个镜头，但是在拍摄界面中给了你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其中10倍焦段是用3.5倍来数码变焦拍摄的，它并没有10倍的镜头。那手机后摄有这么多颗镜头，我们一颗一颗的说啊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。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主摄就是这台手机最有的说的一颗镜头。感光器的参数虽然说不亮眼啊，感光器也不大，但是它的光圈是可调的，从 1.4 到 4.0 一共有4档光圈可以调节。而这里说的4档呢，并不是说这台手机的光圈有4种大小变化啊，而是在摄影范畴中，光圈从 F1.4 变到了 F4.0， 只有4个档位。那么这台手机的光圈物理变化确实可以改变照片的景深效果啊，就是背景的虚化程度不同。现在的对比就是 F1.4 光圈跟 F4 拍摄效果的对比，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啊，背景虚化程度确实不同。但是这种效果必须要离被摄物体非常近才能看出来。那是因为手机的相场非常小，它的镜深非常的深，基本上2米以外就是无穷远了。只有把被摄物体离得非常近，才能拍出浅镜深的效果。现在是模拟正常拍摄人像的场景，还是半身像啊，不是全身的。那离被摄物体还是比较近的，1米多点啊，不到2米。左边是 F1.4 拍的，右边是 4.0 拍的，你们看得出来背景虚化的区别吗？必须放大看才能看出一点点区别啊。但是回到原片大小去看，你们看得出来背景有虚化的区别吗？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台徕卡 Q 全画幅数码相机，它的镜头是28焦段的，和华为 Mate 50 Pro 的主摄27非常接近。那这台全画幅相机在同样场景拍摄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呢？注意看啊，我用全画幅设备拍摄的时候，离被摄物体更远啊，人物更小，但是背景虚化的区别依然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。就算 Mate 50 Pro 的主摄它的光圈最大是 F1.4 啊，光圈更大，
而且离被摄物体更近，但是它的背景虚化能力依然不可能跟全画幅设备进行抗衡的，这就是小相场设备和大相场设备在景深方面的不同。这台徕卡 Q 全画幅相机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了，而且也跟手机对比过了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我们之前的节目。主摄还有一个特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光圈在 F2 的时候成像是最锐利的，现在是 F1.4 跟 F2 的对比啊，可以看到中心解析力差距还是有的，边角画质自然也是 F2 的更好。光圈锐度测试我做了很多组，都是 F2 的画质最好。这台手机的主摄默认状态也是用 F2 这个光圈来拍摄的，除非到了夜晚才会开启 F1.4 啊。那么这点呢，咱们到夜景环节再说。主摄还有高清模式5000万像素，默认状态下是1250万的。它现在就是默认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，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，高清模式的更好。那高清模式里还有一个 AI 高清模式，就是更高清的模式。虽然说像素还是5000万像素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还是要强于普通的高清模式的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参数都跟这儿了，我就不念了啊。视角不错，等效13毫米。从样片上看，视角首先是真的很广啊，尤其是跟自己的主摄比。成像素质方面，中心画质不错，能看出一点锐化的痕迹。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来说下降的比较明显啊。从第二张超广角样片上看，颜色还是不错的啊，很鲜艳，但是不腻啊，总体的色彩很不错。成像素质方面，中心画质优秀，这回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表现还是可以的。微距拍摄方面，这台手机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，从实拍样片上看，拍摄的效果还是很理想的，在微距拍摄这方面可以算是很不错的一台手机。再看中长焦的表现，这台手机有一颗 3.5 倍的长焦镜头，感光器参数不错啊，但是这个参数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啊，老选手了。从对焦的效果上看，这颗长焦镜头的表现也是可以让人放心使用的。样片测试先从2倍开始对比，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要注意，因为这台手机是没有2倍光学镜头的。在解析力方面，这个2倍的数码变焦跟用主摄直接拍啊，在解析力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再看 3.5 倍的表现， 3.5 倍就是光学焦段了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，对比刚才的2倍数码变焦，解析力还是很有优势的。再看10倍焦段的表现，同样10倍也是数码变焦啊，它没有10倍镜头。只不过 3.5 倍镜头它是有48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的，在拍摄10倍的时候，估计就是用4800万像素拍完之后再裁切的。在解析力方面，你还别说啊，确实是10倍焦段的更清晰，但是也能看出比较明显的涂抹感。人像拍摄方面，这台手机是用主摄直接拍人像的，并不是用 3.5 倍拍啊，他可能也觉得 3.5 倍有点太远了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我认为这台手机的人像拍摄还是很不错的。首先就是人物肤色啊，我很满意。华为 Mate 50 Pro 的前摄有3个焦段，原相机在目前国产手机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原的，在好看和真实之间比较折中。你要想更好看呢，人像模式里有美颜，有3个功能：磨皮、瘦脸、肤色，还有几种简单的背景虚化效果。录像的表现同样有3个焦段，录像也可以开美颜，但只有一点点，记得在开拍之前就设置好，录制之后就不能改了。它整体的防抖效果还可以，而且既然是录像嘛，肯定不是为了自拍，肯定是要拍一些什么东西，这个时候3个焦段就特别方便，几乎可以应付各种场景。夜景拍摄这块要着重说一下，这台手机看似是没有自动夜景，但它实际上是有自动夜景的，尤其是超广角镜头，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半天才能成像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挪动手机哦，否则就会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。夜景测试我们都是先找一些城市照明环境，但是光比比较大的场景，又有强光又有暗部，在这些场景下呢，这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应付起来都没有问题，它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嘛。但是着重要说一下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的光线就相对暗一些了。超广角我拍了3张，有2张都拍虚了啊，所以我把虚的这张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拍的时候一定要端稳。那下面就是非常暗的环境了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在这个场景下，主摄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超广角已经盯不上劲了。女流氓小巷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依旧强劲啊，细节展现非常多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就是能拍出一个轮廓，暗部细节就都没有了。祖传神树场景有一个前提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前2天刚刮完8级大风，那真是8级大风啊，刮了一整晚，树叶吹掉了很多，这个环境比之前亮了很多啊。那主摄的表现非常理想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比我的预期要强。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那毕竟树叶都掉了很多嘛，超广角的表现也还可以。
祖传神兽 Pro 这个最暗的场景，这台手机的主摄还是拍出了比较理想的效果。那么对比视频，我们会在相同的时间、同一场景再进行拍摄啊，看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。录像环节我们用的还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，就是厂商最想让用户直接用的设置。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，防抖还可以啊，但是解析力看着好像不是很高，而且宽容度看着也一般。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是非常不错的啊，清晰度也好像高了一些，但是这个颜色有些寡淡。长焦录像的表现就是 3.5 倍镜头拍的，但是手机里边显示是4倍，防抖还凑合啊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很细微的抖动，关键是颜色啊，颜色还是有一些不太好。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防抖是没有白天强的，清晰度还不错啊，暗部的细节展现也比较丰富。但是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够理想了，这什么都拍不出来啊。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，主摄的表现还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啊，防抖不错，清晰度、细节展现都算上乘。那这个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说了。工业设计方面，这台手机的背部造型并不夸张啊，由于主摄不够大的原因，所以后摄区域也不是非常的猛，但是依然可以看出来是一台主打影像的手机。手机的整体厚度控制的还不错啊，8.5毫米，尤其是后摄凸起的高度并不是很高，就算加上了可变光圈的模组，后摄高度也不是很高。当然，这是因为感光器比较小的原因。屏幕的显示效果不错啊，可惜就是没到 2K， 还不是非常的细腻。屏幕上沿的刘海反正已经看惯了啊，看着还挺顺眼。整体的工业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啊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那毕竟它是一台将近7000块钱的手机啊。那至于处理器的性能啊、游戏跑分、发热这些，还有4G、5G 啊，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它的影像方面的表现。Mate 50 Pro， 华为憋了很久以后，终于上市了一台影像旗舰手机。主摄的可变光圈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玩法，但可惜的是，只能在被摄物体离得非常近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效果，这点没有办法啊，毕竟它的主摄相场太小了，景深太长了。最大光圈 f1.4 下2米以外也是无穷远，背景虚化能力和传统相机是没法比的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主摄只有在光圈 f2 的时候画质是最优秀的啊，当然这台手机默认也是用 f2 的光圈拍摄，只有到拍摄夜景的时候会用 f1.4 的光圈。其他方面的表现 Mate 50 Pro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，各镜头的光学素质不拔尖，但也都说得过去。3.5 倍镜头虽然说有4800万像素，但是高清模式里只有主摄没有长焦的选项，系统会在超长焦数码变焦时候自动调用 3.5 倍镜头的高像素模式。夜景的表现主摄可以说很好，超广角就差点意思了。宽容度的表现不错啊，只不过没有对比看不出来，这点我们对比视频再来展现。还有录像的表现依旧很华为，不是很上乘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帮助哦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记得一定要点赞、关注，多多支持。没错啊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有一个我热爱的品牌，它正在用错误的词汇、错误的方式来给自己做宣传，这是一种透支品牌价值、品牌资本的方式啊，我很痛心。那么试想一下，所有热爱这个品牌的粉丝并不是都懂的。那么如果有的粉丝在拿这些错的词汇跟人聊天、跟人抬杠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丢人了，你觉得他会把这笔账记在谁的身上呢？我很痛心啊。